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我是小袁。一个10岁女孩骑着自行车回家，原本只需要10分钟的路程，却花了这个女孩一生的时间。在这段通过森林的回家之路上，女孩究竟经历了什么？森林小路，木箱女孩，神秘谜团。在经过27年的追问后，答案又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就来一探究竟。故事发生在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兰贝斯格县，在阿尔卑斯山脉附近，当地有个名为阿莫湖的湖泊，在这个湖泊的岸边散布着多个村庄，例如埃辛村还有熊多夫村。两个村庄的距离只有几公里远，本地人在这里安养生息，外地人喜欢来这里旅游散心。在这两个村落之间有一片森林，名字叫做黑森山，一直是当地人和外地游客的最爱。可就是在这样的美景之中，却发生了一件让人无比痛心的案件。案件的主角是个名为乌尔苏拉的德国女孩。1970年，她出生于埃辛村，家里有2个哥哥和1个姐姐，父亲是一名教师，母亲是全职家庭主妇。6口之家一直住在阿尔卑斯山脚的美景下，虽然不是什么大富人家，但简单质朴的日子却让人格外充实。1981年9月，苏拉来到了11岁，成为了一个活泼开朗的女孩。她留着一头长刘海，与同龄的小伙伴相比，苏拉相对更加成熟，处理事情也有头有尾，不像她周围一些好玩的朋友，3天不打上房揭瓦。放学后，苏拉经常会去附近村庄上体操课，有空时呢，还喜欢和哥哥迈克尔学弹钢琴，又或者骑着自行车四处闲逛。可就是这么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却不知死神已经带着镰刀悄悄跟在她的后面。1981年9月15号星期二，是当地学校开学的第一天。当天放学后，苏拉像往常一样骑车回到了家中，然后和哥哥迈克尔一起练了一会儿钢琴。下午5点，他骑着自行车到附近的熊多夫村上体操课。下课后，他还顺便去了表弟家。苏拉和表弟玩得很开心，并在他家里跟姨妈一起吃了晚餐。晚上7点15分，苏拉的母亲打电话叫他回家。7点20分左右，苏拉骑上自行车离开表弟家，准备返回住所。根据资料，表弟家和苏拉家相距并不远，只有3公里左右，骑自行车只需要10分钟左右就能到达。然而，半个多小时后的7点50分，苏拉依然没有出现在家门口。考虑到没有下雨等原因，母亲觉得女儿肯定是又玩过头了，她又打电话给妹妹，也就是苏拉的姨妈。然而妹妹却说，苏拉在25分钟之前就已经出发了，按道理来说，她现在应该已经到家了。而这时，苏拉的母亲意识到情况不太对劲，平时10分钟的车程，怎么今天半个小时过去还没有看到女儿？在熊多夫村和埃辛村之间有2条路线，一条是穿过黑森山，而另一条是沿着湖边。第一条路线苏拉经常走，对她非常熟悉，不可能会迷路，而且又没下大雨。等到无果之下，苏拉的父亲就决定亲自去森林里寻找女儿。而在另外一边，为了争取时间，苏拉的叔叔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他从熊多夫村出发前往黑森山，他和苏拉父亲的出发路线相对，2个人预计会在黑森山碰头。一路上，他们不断呼唤苏拉的名字，但就是没人应答，也没有发现苏拉的个人物品。半个小时后的晚上8点35分，警方就派出了警员开始进山找人。搜索队的队员除了警察和消防员外，还有一些热心的邻居。晚上11点15分，一台警犬发现了苏拉的红色自行车，上面还有她的小背包。她找到距离森林小路20米外的一棵树旁，但是依然不见苏拉的踪影。在这个地点之后，警方就失去了线索。由于自行车距离湖边比较远，所以警方就初步排除苏拉遭遇溺水的可能。随着月色越来越深，森林开始下起了大雨，但这并没有中断搜寻工作。数十名身穿雨衣还有橡胶靴的警员依然在漆黑的森林中不断搜查，直到黎明时，他们才暂时被撤下。天亮后，小镇警方派出了船只和潜水员对阿莫湖进行了检查，
他们还派出一架直升机从空中扫描森林。与此同时，当地广播电台也播报了苏拉失踪的消息。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即使经过大范围的立体搜查，警方依然没有找到苏拉。在苏拉失踪的36小时后，也就是9月17号星期四早上，他的父母接到了一个电话，但奇怪的是，打电话的人一直没说话。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又有3个奇怪的电话打到苏拉家中。警方马上在苏拉家里设立了监听，他们发现每次拨入电话后，对方都默不作声，然后就会直接挂断电话。电话里还播放了一个铃声，每次连续响2次，每次持续的时间大概是3秒钟左右。细心聆听电话后，警方就发现电话每次被挂断前都有一种奇怪的敲击声，听起来就有点像是录音机倒带的声音。苏拉的父亲赫尔曼很快就认出了电话中播放的铃声，这个铃声在当地电台的交通快讯中使用过。可是问题来了，为什么打电话的人要播放这个铃声呢？或者说，他是否用这个声音在暗示着什么呢？9月18号星期五，也就是苏拉失踪后的第3天早上，他的父亲赫尔曼收到了一封信，信封上标着紧急的字样，打开一看，里面是张勒索信。这封信是用断断续续的德语写的，所有的单词都是从报纸杂志文章上剪下来，然后再拼接而成。大致内容是：我们绑架了你的女儿，如果你想让你的女儿活着，就支付200万马克赎金；如果你报警或者拒绝支付赎金，我们将杀死你的女儿。除此之外，写信人还表示，如果赫尔曼同意支付赎金，就得在电话中确认。警员发现这封信应该提前1天送达，但是邮局不小心出现了工作失误，导致苏拉的父亲晚1天才收到了信件。收到信件后的当天下午，绑匪们再次致电苏拉家人，这一次是苏拉的母亲接的电话。按计划，在铃声播放后，他确认了自己同意支付赎金的要求。不过在通话中，他要求绑匪提供女儿还活着的证据，可是对于这个要求，绑匪并没有做出回应。情急之下，苏拉的母亲让绑匪询问女儿，你最喜欢的2只玩具叫什么名字？可绑匪一直保持沉默。苏拉的母亲直接朝着对方大喊，钱我们可以给你，但是你最起码得让我们确定我女儿还活着。最后，来电者直接挂断了电话，从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考虑到苏拉家里并不富裕，所以一位好心的邻居就替他们出面筹集了一部分赎金，而剩余的那部分则由当地小镇政府负责。1981年9月21号星期一，苏拉的父亲赫尔曼收到了第2封勒索信，信中要求他使用面额为100马克的现钞作为赎金，并将它们装在一个手提箱里。写信人还要求送钱过程只能由赫尔曼一个人完成。按照他的要求，赫尔曼需要开一辆黄色的菲亚特600汽车，交付赎金的具体日期还有地点，晚一点会通知。警方就觉得写信人的要求很奇怪，因为在当时的德国很少有菲亚特600这种型号的车辆。收到信件后，乌拉家人和警方都在耐心地等着写信人的下一个动作。然而2周过去了，依然没有任何消息。随着时间的流逝，苏拉的家人就越来越担心。10月1号，由于连续10天都没有收到绑匪的回信，警方就决定再次上山搜索。而这一次，他们出动了超过100名警员，准备进行更加详细的地毯式搜查。4天后的10月4号上午，在距离湖边大概800米的地方，警方就发现了一块木板，而在木板上面还有一条棕色的毛毯，以及有人用植物掩盖的痕迹，而且痕迹看起来很新。掀开木板后，下面出现了一块绿色的木板，长72厘米，宽60厘米，被人用7个滑动螺栓固定住。仔细一看才发现这是木盒的盖子。撬开木板后，警员直接看到了躺在里面的苏拉。
而在他失踪19天后，大家终于找到了他。可此时的苏拉却已经和父母阴阳两隔。看着眼前这幅场景，现场的警员无不暗自叹气，毕竟苏拉还只是一个10几岁的孩子。对苏拉的家人来说，木盒盖子被打开的那一瞬间，他们也打开了悲痛的地狱之门。对于女儿，他们能为她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将凶手绳之以法。小镇警方检查了木盒，发现它重量在60公斤左右，当时像一个电话亭那样被埋在土里。木盒深约 1.4 米左右，里面呢还有一块木板座位，座位下面还放着一个小桶，前面则是一个架子，就有点类似于书桌的作用。除此之外，警方还在木盒里发现了12罐芬达饮料、6块巧克力、3瓶水、4包饼干、2包口香糖、1瓶苹果汁饮料、一个便携式台灯、1台收音机，还有21本漫画书。除了以上这些东西，木盒还安装着一个质量很差的通风系统，使用塑料水管制成，一端呢延伸到地面，而另外一端则在盒子的上方。但是这个系统呢需要外力才能让空气有效循环，否则盒子里面的氧气会很快被耗尽。警方发现苏拉的尸体时，他坐在木板上，头部向后倾斜，双眼紧闭，膝盖上还放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有一套运动服。但是法医尸检后就发现，苏拉在死前似乎没有受到明显伤害或者折磨，他应该是在进入木盒后的半小时到5个小时内去世。起初警方就怀疑苏拉在进入盒子之前被注射了麻醉药物，因为盒子内没有任何反抗的痕迹。但是苏拉的身体上却找不到针孔，体内也没有残留的毒物，法医就怀疑绑匪很可能使用了笑气，使苏拉暂时失去了意识。但是由于当时碍于检测条件等原因，他们没法证实这个推测。几天之后，苏拉的父母为他举行了葬礼，而葬礼之上，他的父母可以说是悲痛万分。苏拉的遇害在当地引起了轩然大波，警方压力山大。后来他们从一块胶带碎片上提取到了一个指纹，在木盒一个螺丝旁边还找到了一条短发。考虑到木盒60公斤的重量，警方就推测至少有2名嫌犯参与作案。而为了寻求有效线索，他们就发布了3万马克酬劳的悬赏令。而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大部分的线索都指向了维纳尔·马祖雷克，当地一个31岁的已婚男子。根据资料，案发时维纳尔是一名汽修工，住所就在苏拉几百米外。他身材高大强壮，而且平时脾气非常的暴躁。当时警方发现维纳尔负债累累，他的债务多达14万马克。而在发现苏拉尸体的1周后，警方就传讯了他。起初维纳尔没有办法提供自己在苏拉失踪当晚的行踪证明，但是第2天他表示，苏拉失踪时他正在和妻子以及另外2个朋友一起玩桌游。警方就搜查了他的住所，但是没有找到与苏拉绑架有关的直接线索。1个月后，警方就将维纳尔的指纹与犯罪现场那个胶带上的指纹进行对比，结果发现2者并不匹配。但是对于维纳尔的说法，警方依然是保持怀疑的态度。1个月后，警方又审问了一个叫做克劳斯·帕法芬格的男子。帕法芬格是一个失业的机械师，是维纳尔的一个朋友。帕法芬格之所以会被怀疑，是因为他的房东告诉警方，在苏拉失踪几周前，他看到帕法芬格的摩托车上绑着一把铁锹。起初，帕法芬格坚称自己是无辜的，但在第2天的问话中，他告诉警方，1981年9月时，维纳尔曾让他在森林里挖一个洞。作为回报，维纳尔答应给自己1000马克，还有1台电视机。帕法芬格还承认，后来他知道这个洞里被埋了一个木盒。听到这番话，警方就认为他们离破案不远了。然而，当他们要求帕法芬格带领他们找到他在森林里挖洞的具体位置时，帕法芬格却没能找到。短短几天之后，他就突然撤回了自己的陈述。Der idyllische Ammersee am 15. September 1981. Ein 10-jähriges Mädchen wird auf dem Nachhauseweg vom Fahrrad gerissen, in eine Kiste gesperrt und vergraben. 无奈之下，警方只能再次审查1981年最初的那几位嫌疑人，但是帕法芬格除外，因为他在1990年时就已经去世。调查人员就相信
帕法芬格最初关于为维纳尔挖坑的陈述应该是真的。虽然他没成功找到木盒被埋藏的准确位置，但是他确实知道一些具体的细节，比如说木盒的尺寸。警方觉得只有参与绑架的人才可能知道这些细节，然而好巧不巧，帕法芬格的 DNA 样本与犯罪现场发现的头发根本就不匹配，这就陷入了非常矛盾的尴尬。由于帕法芬格已经去世，没法参与新的调查，警方只好对维纳尔进行监视，包括监听他的电话，甚至还派遣了一名卧底。几个月之后，调查人员就出现在他的家里，从他身上提取了 DNA 样本，送回局里鉴定后，却发现维纳尔的 DNA 样本与犯罪现场发现的头发也不匹配。说到这里，肯定有一些观众会认为，既然不匹配，那警方为什么老是要缠着他不放呢？这不就是明摆着违反了疑罪从无的调查原则吗？那其实这里要纠正一下，就我们作为外人来说，很多时候我们的观点都是站在上帝角度，而现实操作中呢，会有很多时空因素的影响。比如说维纳尔，也许他真的有参与作案，只不过他的头发刚好没有出现在木盒上，这完全也是有可能。那出于谨慎起见，警方就搜查了维纳尔的房子，他们找到了一台旧的磁带录音机。生存下检测后就认为，维纳尔这台录音机存在技术缺陷，导致录音会出现某一种失真，而具备这种失真特征的录音，刚好和1981年苏拉家人接到的那几个电话中的录音相同。所以最后他们就得出了一个结论，维纳尔家中找到的录音机很可能就是当年勒索电话里录制还有播放广告曲的那一台录音机。2008年5月，警方就以涉嫌绑架为由，正式将维纳尔逮捕入狱。次年2月，德国奥格斯堡法院就召开了庭审。法庭之上，警方把维纳尔的过往可以说是给扒了个底朝天。例如1974年的杀狗事件，当时维纳尔家里的狗在厨房的垃圾桶上撒尿，随后维纳尔将它抓住，并将它关到冰箱里，直接把它给冻死。在作案条件上，作为一个汽修工，制作案发这种木盒，对维纳尔来说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而至于作案动机，那就更加明显了，因为案发时他负债累累，加上维纳尔的诈骗记录还有暴躁的脾气，就更加让人怀疑他是凶手。可不管被警方列举了多少条黑历史，维纳尔一直否认自己是凶手。实际上，以上那些黑历史都是开胃小菜，检方真正的王牌是下面2个充满争议的证据。第一个就是声学家关于录音机的鉴定。维纳尔表示，家里那台录音机是他在案发前几周从跳蚤市场买的。在维纳尔看来，出售这个录音机的人更有嫌疑，但是他没有办法证实这一点，因为他无法说出卖录音机的这个人是谁，而且似乎也没人相信那台录音机会是在跳蚤市场上出售的。而第二个证据则是帕法芬格的口供。检方相信帕法芬格最初的陈述应该是真的，他们认为帕法芬格故意没带警方去木盒被发现的具体位置，目的就是想让警方释放他，因为如果被坐实了，那他肯定也会因为作为帮凶受到惩罚。警方还证实，案发当年帕法芬格曾说过一些犯罪现场的细节，比如说盒子的尺寸还有埋葬地点的描述，这跟警方的调查结果完全相符。2010年，在控辩双方僵持1年后，陪审团就认为维纳尔有罪，他被判处无期徒刑。维纳尔的妻子也因为涉嫌包庇罪犯还有作伪证受审，但是后来呢，因为证据不足被无罪释放。虽然法院对这个案件做出了审判，而警方呢也抓到了罪犯维纳尔，但是苏拉的哥哥迈克尔却始终认为帕法芬格的口供不可信，因为他有严重的酗酒习惯，而拘留期间还出现过幻觉。迈克尔看了卷宗资料后就发现，帕法芬格在接受警方审问时曾经多次更改口供，他所知道的木盒还有埋葬地点这些细节很可能是通过媒体报道获悉的。迈克尔就要求警方重新调查，但是遭到了他们的拒绝。2013年，迈克尔就想出了一个计划，他以维纳尔导致他出现心理创伤为由，对维纳尔提出了2万欧元的民事索赔。迈克尔这样做呢，不是为了这笔赔偿金，而是想让法院重新审理该案。
而在找出真正凶手的同时，也还维纳尔一个完完整整的公道。然而2018年8月，法院的回应完全没有按照他的计划走。而妹妹遇害的这件事情呢，给迈克尔带来了很大打击，他的健康状况因此恶化，音乐职业更是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而对于迈克尔来说，妹妹的案件依然没有被彻底解决，因为警方在调查该案时犯了很多严重的错误，例如没有及时为帕法芬格的陈述录音，或者以书面的记录形式保存。反而是在过了几个星期之后，其中一名警官才根据自己的回忆，把帕法芬格的口供写成了书面材料。然而在这份材料上面，根本就没有帕法芬格本人的签名或者是手印。帕法芬格的妻子也表示，自己丈夫是个酗酒者，不可能帮维奈尔挖这么大个坑。而小镇民众也提出质疑，因为当木盒被发现时，警方没有第一时间封锁现场，这导致现场被记者还有民众严重污染。而更加荒唐的是，当时那张盖在木盒上的毯子居然被一名初级警员带回家，还被放到洗衣机里面清洗。直到今天，很多民众都认为，由于时间紧迫，警方是找了个替罪羊，他们遵循了有罪的冤犯总比没有找到罪犯好这个概念。而直到今天，索拉的哥哥迈克尔依然对这个案子表示怀疑，他一直在努力找机会重启案件的调查。他还写信给法院说，我不相信整件事情都是维纳尔一个人做的，但是我也不相信他是完全无辜的。而在法律程序上，索拉的案件已经被正式结案，即使案发后警方处理了5万份材料，对比了2万多个指纹，但是他们交出的答案似乎依然没有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可。1981年，那个绑走苏拉的神秘人到底是谁？或者说，在维纳尔背后又是否存在其他罪犯？事情的真相恐怕永远都要被蒙上一层谜团。我是小渊，我们下期再见。